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好，那在国内整个大罢免氛围之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个阵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都影响到整个大罢免未来的一个走向呢？当然，更不要说是更重大一些事件。今天，那你也看到，包括国防部在下午5点的时候也召开临时检会，上午9点的时候就针对那老共突然无预警的一个军演，而且这次军演你看到了，包括山东号 ，OK， 那整个也是绕着台湾环台这样的一些军演。那当然，老共同时也发布了一些他们也做动画，好不好？那发布了相关的一些东西。当然，在那些军演包括发表的一些影片里面，有一些特别值得大家注意一些的地方。但是这个动作某种程度是针对所谓的赖17条吗？还是有人说是针对我们国内的一些，譬如说在国内主张武统的一些陆配？然后今天你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小薇，那因为他昨天是最后一天，然后他没有离开，在今天的时候，他等于算是这几个陆配里头，他算是应该算比较像是真的被执行驱逐的一个。好 ，OK， 其他都是自己买了机票就回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对于整个大罢免氛围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最近出现了一系列一些民调，包括赖清德总统一些民调，某种程度要不就是创新高，要不然的话一直就是在高峰。有人就说，如果这样的话，要不就是赖总统做对了一些什么事，要不就是其他阵营的人做错了一些什么事。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节目现场好，不过一开始让大家所有人来看的就是这次老共的军演，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4月1号，不知道在愚人节的时候 ，OK， 然后宣布军演，组织包括陆海空火箭军对台军演。这个军演呢，在这个影片里面，他们有一支影片叫做降妖除魔，那把游戏片段融入里面以外，还秀出了台湾的地图，锁定台北、台中、高雄、花莲4个红心目标。你可以想象为什么这4个地方北中南东全部都在这个里头。然后另外有5个没有标注地点，桃园、新竹、宜兰、屏东、台南。画面里面第一次出现台北市景象，包括101大楼、汉口街，甚至隐约可以看到我军战车一访。101大楼你可以想象嘛，那是整个标地上台北的一个地标。那为什么是汉口街？因为在总统府那一带 ，OK， 意思就是它锁定的在我们这里头，包括我们的地标，包括我们的总统府这一块，那都锁定在这个里头。那当然，在第一时间里面，总统府就表示，赖总统第一时间指示国安跟国防等单位严密应处，对于相关状况都有全面的掌握。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国军早在29号山东号出发的时候就掌握了动态。解放军的贪腐的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破坏区域和平。就是你不要把内部的一些问题用外部的出口想办法来解决。而这里头你看到各政党，国民党呼吁赖政府用对话取代对抗，避战取代引战。赖17条发布后，不仅压缩了两岸对话的空间，更加剧台海紧张的局势，只剩下对峙跟演训。那民进党也发表了声明，国民党呢要帮着中共攻击赖总统才是麻烦制造者。显然国民党不是不怕赖17条，而是不敢对共产党说不。那当然我刚刚讲，他们也发布了一个动画，这个动画我就不用帮他们去多讲一些了。反正在动画里面，对我们的元首一定是极尽的丑化，然后接下来最后台湾一定是一片火海。动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OK， 我也不用帮他多讲。可是这所有的一切，当老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对国内整体的氛围，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甚或对于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往下进行的，现在是35-8的一个所谓的大罢免的风潮，是添油加醋加了柴火在里头，还是做了什么样一些动作？一闪是在今天无预警哦，而且那整个是绕着台湾，而且是山东号。对，所有这些动作，当然我们的国军有相关一些阴影，可是它整体包括对于整个台湾现在的氛围，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对，今天4月1号愚人节啊，老共不跟你开玩笑的啦，没有他没有在愚人节，没有在愚人节的啊，所以他这一次的演习也没有像去年有所谓联合利剑 A 呀、联合利剑 B 啊这样的名称，所以我们都戏称它叫做愚人节
环台军演啊，好，愚人节办的嘛。那愚人节这一天呢，它总共出动了19架的共舰，侵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防界的戒护区啊。另外，山东舰也进入到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戒护的警戒区的地方哦。所以整个东部战区在凌晨的时候宣布了这一场的军演行动，之前都还会预警，现在完全不预警，直接凌晨，然后今天就干了。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会引发到所有台湾人的关注嘛，包含总统府的发生，总统府发生里面，当然所以说我们会强化相当的国防嘛。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因为解放军内部的贪腐问题，不要忘记，因为我们最近很少讨论国际的要闻跟中共内部的新闻。3月27号，解放军的所谓他们的军委会的副主席何卫东确定下台，确定下台。这个何卫东就是习近平的人，而张又侠是另外一个军委会的副主席，人家都在谣传了，解放军内部都在谣传，是不是张又侠在挑战习近平的军权？所以为什么总统府特别点到说，这是不是解放军内部的贪腐问题？他们为了解决内部的贪腐问题，为了巩固相关的军权，来做这一场的军演哦。这是总统府今天发布这个新闻里面特别点到的一个问题哦。另外，当然配合所谓的武赫，一定要文攻嘛，文攻就要做一堆的文宣呐、文宣就是这样子啊，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跟花莲市花莲县这个点不知道是不是傅昆萁的救护大楼，不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飞弹、我的导弹就瞄准你这些点嘛，瞄准你这些点，不只是点，包含在新竹、桃园、屏东、台南这些宜兰都有相关地区的区位表示说，我虽然没有点，但是我的导弹有可能射向你这边嘛。当然，它是一份的文宣，不足以采信。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的国防部应该也会针对这些重点区域，作为我们的强化防御的一个重点嘛。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他就用文攻武吓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变台湾的政治倾向嘛，这才是他的目的啊。透过军事的演习去改变台湾人的投票意愿，或者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大罢免时代嘛。大罢免现在进入2阶段，大家都在冲联署的同时，他用这种文攻武吓的方式，希望台湾人不要去联署嘛。一样，我们不是被吓大了嘛？今天你看到网络上一堆这张图片，这张宣传是我们所谓的霸团做的，而这个霸团不是今天做的哦，之前就预期了可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恐吓台湾人民。他直接画了一张图，这张图叫做一支原子笔，站出来写下去就可以打倒对抗中共的导弹嘛。为什么大罢免这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包含很多的国防预算也好，或者是潜舰预算也好，不是被删除就是被冻结嘛，让美国人都觉得说，你们台湾人到底有没有保卫台湾的决心嘛？所以这些的亲中的立委如果不被罢免掉，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国防预算可以逐年来提高，来购买可以足以保卫台湾的武器，这才是重点。所以大罢免还是持续的牵起来。接下来我们会谈到所谓大罢免的所有的情况，大家持续关注大罢免，不要被中共的文攻武吓所吓到了。OK， 小平是政治系，对，这整个氛围其实基本上，如果真的讲老共在这个时候无预警做了这么大，而且也是山东号哦，山东号有出来哦。好，所有这一些的动作，但是你从过往的历史看，刚才易善讲1996那一次，然后美国2艘航舰。大家都知道嘛，美国两艘航舰，独立号跟尼米兹号，2艘直接来，然后来了以后，李登辉在那一年的时候，李登辉过50%当选。2000年初左右那个时候，朱镕基还记得吗？在镜头前面，朱镕基很少面向是这么狰狞的讲话。结果那一次选举完以后，反正只要他们讲完话，那对蓝营来讲从来都没有好过。裴洛西来的那一次，那是大概比较近的，大家感受到所有老共的军演，结果也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老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这个动作难道不会去激化了？刚才易善讲的，又激化了整个大罢免一些氛围。因为现在你看很多霸团还在讲说，哎呀，所有的联署会不会已经到了高原期？因为激情前面过可能比较冷却一些，可是这个一出来以后，会不会直接再激化了这个？会激化这个，因为高原期这是最难的。简单讲，1阶1%很容易，2阶要10%。是，像花莲宣传的够厉害了，可是对不起，空军是空军，陆军是陆军，
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字一个字的签哈，大概签了现在快20-30天了嘛，大概2月底审查通过嘛，他们有的领表啊，就要签1个月，1个月理论上是签到60%。1个月理论上是签到60%，就是会完成任务了。当然还有10天可以那个补一下。那以花莲来讲，就是签到30%。那花莲会不会过不知道了。就是声势很大，所以一定要添柴火。他整个军演跟整个只为了干一件事情，什么事？大罢免。所有的他军演那种跟大罢免，老共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我是赖清德，这样我就赖清德很简单，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曾经我做过民调，那个时候应该是2000年吧，那民调，曾经你知道全台湾蔡英文他是不是赢了265万，赢了韩国瑜？结论2020，那为什么？是反送中，就是国家主权意识嘛。他曾经他民调只有10几%过选总统，因为谈内政绝对不是民进党的强项，你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搞好不容易，所以他不跟你玩正常的做总统嘛，他就是你看先用司法战，我讲我4年的期程，司法战对郑文灿，然后柯文哲当然我认为他当然是有贪污了，我认为，可是有些地方他也会。像泄密啊，各种做的绝一点啊，等等哈，一路这样司法战下来，大罢免下来，到2026，然后再干掉你的唯2总统候选人，叫院长干掉，然后叫做卢秀燕干掉，好，就是因为大罢免的，所以一路会打到2028，这一路下来，现在就提早挑衅老共，你就宣布你觉得他赖17条是挑衅？是啊，你看内政部长公开我先讲一下，因为陆委会今天也特别发了一个声明，说从老共做军演，那证实赖总统说的定义老共是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对，陆委会长说确实无误，因为他现在开始在对我们做这样一些的动作，等于是把他们把这几个全部都结合在。可是包括国民党刚才我讲的，你们觉得从赖17条包括最近所有这些动作是挑衅了老共？有步骤的你看台积电到美国2奈米、3奈米满足辉达跟苹果，对不对？对于台湾的依赖就下降，至少民间的企业，然后再来就是内政部长公开喊中国台湾一边一国，公开喊这个，然后驱逐陆配，那驱逐陆配我没有意见，那你也把搞台独的，因为台独跟这个武统都是伤害中华民国，那都干掉嘛，部长换掉，陆配赶回大陆，没有意见，可是要对等哈，然后接下来大罢免都是串在一起的 ，OK， 可不可以正常过日子？今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这时候为什么要脱离你的党纲，脱离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你的内政部长要讲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这都过头了。我觉得还有驱逐这个陆配，你讲武统我没有意见，我完全没有意见。可是都串在这个时机点，然后打这个意识形态，这是关键在这里。OK， 阿淼。是，那如果照小平刚那样讲，赖总统是挑衅了这一段，所以造成像这么多嘛？国民党刚才我有念，国民党也认为说，赖总统已经把两岸之间对话的空间压缩到几乎只有对抗啊或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过程就是照赵少康先生的那句话，是你昌麦龙给刚，所以搞成是这个样子吗？可是第一个，如果你真的看，赖总统定调的老共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在民调里面，他是占比较多数的。然后包括有大概70%几认为两岸不是同属一国，也就是说从这些来看的话，那跟刚才讲说国民党讲那些是有出入的但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共难道不知道台湾的一些明星上辈吗？这时候要做这样的军演，为什么？其实中国早就定义台湾是它的敌对势力了。因为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共的那一部法律里面，它就写了。就是说，反分裂国家中间它就有一条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商讨结束敌对状态。那就是说，中国早在10几20年前立法，把台湾定义成是它的敌对势力了嘛，所以他才用几千颗飞弹对着台湾嘛。那赖总统他做的是什么？我不认为那是挑衅啊，因为他就像是这个国王的新衣里面啊，国王没穿裤子走在路上，旁边有个小孩说：“这国王怎么没穿裤子？”他只是讲出了这个中国对我们有敌意的事实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
中国动不动解放军东部战区又军演做一个影片，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呢，这是我在今天他们的那个动画里边看到的，非常的这个一图说明了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敌对势力嘛？你看这个是解放军的这个动画里面所做的，大家看到吗？他直接瞄准台湾的4个城市，做他攻击的目标，而且其中3个还是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台中市、花莲县。对不对？那你说一个国家已经做一个影片，然后呢，所有的飞弹啊、飞机啊、船舰啊，把在台湾地图上画这几个重要城市要攻击，那他自己都宣告他自己是我们境外敌对势力了嘛？那赖总统把他讲出来，就变成是我们在挑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强盗在我家门口晃来晃去，我在家里面跟我妈妈说：“妈妈，外面有强盗。”变成是我在挑衅强盗啊！难道台湾现在已经变成是说，连我们去指出说，外面就是3只小猪有没有？外面有大野狼，这都不能讲的话，那我们国防部存在要做什么？我们国军存在要做什么？我们国防部存在不就是为了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入侵吗？如果我们都没有境外敌对势力，那国防部可以裁撤掉啊？那显然不是嘛，我们就是有，所以。这其实也是多数民意认同。我要讲这个友台做的民调有时候准，有时候没那么准，但是他能够做出有60%的民意认为说对赖总统讲的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大家了解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蓝白每天挂在嘴边讲的60%民意吗？对不对？所以以中共的这些军演来说，其实也不是现在在赖总统说是。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之后才有军演啊，之前不是一直演吗？难道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中国都没有军演，对不对？既然横也要军演，竖也要军演，怎么样都要军演，那我们不时的充实我们自己的战备，不是比较务实的做法吗？今天中国不是因为台湾有台独，所以才对台湾有念头，中国跟日本有领土的争议啊，中国跟印度也有领土的争议啊。中国跟它周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领土争议，中国跟越南、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些所有人，请问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有台独吗？没有吧？那怎么会说错是错在台湾在挑衅，对不对？今天中国在搞的这一套，我把它称为叫全方位新战。光是军演其实不够，因为台湾这70几年来对于军演，我们早就累积了一些抗体。但是军演再加上什么？比如说他这次影片里面加上了一些黑悟空的元素在里面，这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是中共一定片面讲说，我把这个加入之后，也许吸引到一些年轻人来看。那你去想一个正常国家，好，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英雄联盟好了，它的 IP， 它的动画，会被放在美国军演要威胁入侵其他国家的动画里面吗？那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黑悟空的意象会这么顺理成章的用在他们军演的影片里面？还有前阵子大家在讨论，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打算来台湾移民或者是在台湾依亲的人，会不时的拍一些影片上传说，这个解放军要来了，对不对啊？弯弯你们没有出路哦，独是没有出路了，独是死路一条哦，所以祖国必将统一哦，一定会统一哦。这些为什么？因为要靠着这些所谓在网络上面的意见领袖，把他军演的东西再做一次包装，在台湾民间再散播一次嘛。这个是中国一直不断在做的。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民调哈，台湾和大陆是否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民调题，你看得很清楚嘛。2013年跟2014年的时候，它开始有没有一个分歧？本来2013年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还算不相上下，差10%之内。可是到了2014，这个时候是太阳花之后做了民调，变成了6比2.5，对不对？现在到2025年3月的时候，台湾和中国不是同属一个中国，已经到了75%以上了。那认为是同属一中啦，市场剩下不到2成。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刚刚在讲说是不是为大罢免天才火？他不是为大罢免天才火，他是已经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现在就是认为两岸不是同属一中了。
他不是会大罢免天灾火，他是已经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现在就是认为两岸不是同属一中了，所以他现在在做一个试图要把他这20年来累积的这些新战的资源做一次体检，他要看一下，他现在发出了这个军演，他是一支穿云箭嘛，会不会有千军万马来相见？在这个所谓的中配雅雅，因为他发表武统言论被遣返，那几个中配武统被遣返之后，他要借由这个军演去测试说，现在在台湾内部还有多少人会愿意跟着他的军演来唱和啦？有没有什么政治人物或有没有什么网红持续还在拍片，持续还在媒体前面发言说，哦，对啊，这个台湾的好弱哦，台湾没有准备好，中国要来了，解放军7天就可以解放台湾了，这些附和的言论，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愿意讲出来？这个是中国这一次军演，我觉得他实际上想要测试的东西。OK， 刚刚一开始我为观众朋友介绍，那立法院荣誉顾问3Q哥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3Q哥。好 ，Thank you。Thank you， 请问一下，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而且这个过程好，大家都讲老共习惯文攻武吓，那阿苗刚讲的意思是，他要知道所谓的里应外合之下，有多少在台湾的人里面会提出说，对那个武统啦，类似像这样一些，也有人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就这么巧，在我们最近有几个包括主张武统言论的一些陆配，然后被驱逐回去以后，相关的一些的状况，在这个节骨眼没有预警，然后今天这个军演算大，因为它整个也是环台军演。在这个节骨眼去做所有这样的一些的东西，蓝白阵营某种程度，你看黄国昌也是，黄国昌就跟你讲说啊，老共你们怎么会这样？台湾有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你只是会把两岸越赶越远。那国民党像刚小平有讲说，那当然赖总统的17条会不会是挑衅了两岸之间？现在看起来，如果你真的看他们所有那些影片啦，包括他们所有现在做的，包括这次第一次把台北接紧，包括101，包括汉口街，我跟你讲，因为汉口街在总统府附近嘛，把所有这些都摆进来。这些对台湾人来讲的话，真的心里面会岔到吗？先简单讲，黄国昌的行为叫狗吠火车。好，那有意识的话，应该是在立法委员职权里面啊，针对国防外交也好，或是针对这个行政部门的表现去做强化了。就他的行为就是狗吠火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脉络来跟大家分享哦。我2020担任立委的那一段时间。大家听到国防外交委员会会觉得国防跟外交，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包含侨委会、退辅会，还有一个就是传说中的天下第一局，叫国安局。那国安局因为兵草马粮都在这边啊，那所以就过去可能对内的控制，但后来民主化之后啊，包含对海外的这个资讯情报等等。那从国安局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一系列的法治跟军演作为，这个逗号画在今天叫做中配雅雅，这个中配驱逐出境，其实是一系列自2018年以来的情报战。那情报战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比较陌生，那事实上是因为所谓的不管是间谍、渗透或是情报。它都有举证困难，而且影响国家安全跟人民安全的平衡。那讲这些是什么意思？2014年开始啊，这一个叫做中共，他弄了一个叫做反间谍法，一直修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政论节目才开始讨论。2023年当时为什么要讨论反间谍法？因为它从公安层级变成国安层级，也就是说，它可以要求第一个，只要不管你是台商、外商哪里来的。我如果认为你有需要提供的情报，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或团体组织，都应该要向国家提供情报。也就是说，如果钟小平去中国玩，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在台湾当议员，我要看你的微信，他是可以看的。就根据这个反间谍法，你知道他这个法设下去之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问我们的相关部门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问题？他说很简单。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人不会有问题，可是在那边的人会有问题。已经在那边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国安单位有没有跟谁有联络？那如果有，那个人就会有危险，这个是情报工作的危机。所以当时不管他们去，还记不记得我们说有一些人被抓起来，包含李明哲等等的，李孟居等等。所以这个情况，当时的情况的话，反过来想，就是我们现在驱逐出境的中配雅雅，什么意思？他们弄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人被抓了。所以我们的其他单位要撤掉。我看起来抓了3个，可是我其他人都要撤掉。反过来讲，我们今天驱逐了3个中配的雅雅，是反制了他们在台湾的情报活动。我就问大家，
请问有任务来台湾宣传武统言论的只有3个人吗？只会有3个人吗？但是他们现在就必须要转于低调，或者是赶快回去。这个其实都是情报作战。两岸大家都会说兵强，这个兵为什么？兵凶战危。兵凶战危啊！然后你相信全台湾只有3个中配带有任务，或者是来鼓吹武统言论吗？国民党我们说亲中亲共是一回事，国民党里面内部也是有一些不同意见，这是他们因为作为在野党的不同选择，要把所有的选票能减的都减啊。可是很奇怪啊，国民党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当然执政党有其他，我待会会讲。你注意看哦，过去我们在讲说什么本省外省偶尔含籍，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民党带来的这一些所谓的外省人也好，这不管怎么定义，老兵们。请问一下，他们在退伍之后留在台湾的多，还是回去中国的多？应该是留在台湾的多嘛。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每次代表老兵的言论都是鼓吹和平统一？难道没有留在这边的人觉得这里很好？难道没有留在这边的人觉得共产党不好？难道没有这个就是不可能跟他们站在一起，不可能吃一锅粥啊，然后共处一片天？那这一些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外省老兵的声音跑哪里去了？他们的处境就是这一次出来罢免的郑南军，他们的处境就是所谓的国民党的中间，应该要做中流砥柱的中间分子。可是他们的声音永远小于一小撮的亲中舔共分子。那这个才是国民党的危机。好，另外一方面，他们今天做的这个除了军演是针对我们整个情报战的一环，包含赖总统的反制，他们做这个有另外一层意义。就除了一方面是防守之外，这个是攻击。这是什么攻击？一样以情报战为前提，他们就是要让现在还在这边的人知道说，接下来的议题是这些。这个是有意志宣传的。我先讲一个反串的啦，就是说赖清德执政，然后处理不当党产，推倒威权标志，然后把共谍跟疑似共谍或疑似贪污犯的抓起来，然后台湾被自由民主繁荣和平环抱，不知道的以为在行销台湾，但实际上呢，你注意看，它其实有一些细节是希望下一波，也是我们这种可能对这一些工作比较敏感的。第一个，他要去炒绿色恐怖17条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赖总统的这个强化国安的17条。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这个过去国民党的被民进党欺负嘛，不当党产等等的。那同时也强调柯文哲，他这个强调柯文哲，我一直觉得民众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醒了。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地狱倒》，有一部电影有一个角色叫地狱倒霉鬼。什么叫地狱倒霉鬼？他压庄开弦，压弦开庄。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地狱倒》，有一部电影有一个角色叫地狱倒霉鬼。什么叫地狱倒霉鬼？他压庄开弦，压弦开庄。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只要跟中国的意见站反，就我不用很懂政治，我跟中国意见不一样就很好了。中国每天都在捧柯文哲，每天你羁押柯文哲，我就办你检察官台独打手你关柯文哲，我就做一张图把柯文哲画在里面。我就一直很好奇，民众党的有志之士难道没有都不能够清醒一点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就你如果完全不懂政治的话，那至少跟老共对着做，对台湾绝对不会有坏处的吧？所以这一些行为接下来就是跟昭告这种讯号，就是昭告在台的我们的同志们接下来咱就用这一些议题去攻击民进绿色执政党。外国人在讲话，你这个不像北京腔。对，确实，我舌头比较大。对，好，那这个其实那个是一些讯号。对啊，的确他就是接下来要打的是什么东西啊？OK， 对啊，其实一直都有，这不是今天第一次，他们一直以来就很喜欢透过一些什么胡锡进王沪宁林涛宋涛，抱歉，你太死了，这个差很多，这个差很多。宋涛，好，他们常常在讲一些事情其实他都是在传讯号给在台湾有任务的人。我们所以总结刚刚以上的发言，我们先确定第一个，两岸兵凶战危；第二个，我们有情报人员。那如果都有的话，请问电视机里面的观众，你认为这些情报人员他们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又如何接受他们的工作命令？我觉得这个才是这次军演跟两岸的一些这个互动，大家可以去这个思考的事情。OK， 小平，
直接问一下，刚才3个有意思说，只要跟老共讲的对着干就对了，他觉得那是最简单的逻辑，是这样吗？可是国民党有很多，当然显然不是跟老共对着干嘛，所以对你们来说，这就为什么民调啦各方面会居于弱势的原因。有2个重点哈。反共、民主反共是我认为是全台湾任何一个政党，不管蓝或绿的政党，这是基本的信念。第一句话。然后国民党也是，我们当然是我们反共不反中，亲美不媚美。可形势因为2大国，中美2大国，不要说影响到我们，甚至影响到我们总统候选人，甚至胜负，大家都不要吹牛嘛。好，只是我们怀念的以前的江泽民跟这个江泽民然后跟胡锦涛，可习近平变了。怀念以前的美国的拜登，可是川普是这样的一个总统，所以就变成扭曲的很厉害。我想这是个大环境，这个美中台大环境。再回到那这个总统又是很特别。我先讲国民党好了，反共不反中，亲美不媚美。然后我们的反共的选民大概52%，就国民党的民调，然后喜欢老共大概28%，喜欢老共，对，就是喜欢他，我们有可能统一，就喜好度喜欢 ，OK， 喜欢对岸中共好。那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其实人多的还是维持现状派，可是力量大的可能是统派，应该这样讲好，那回到今天这个情况，蔡英文相对温和，甚至用很厉害的手法，叫中华民国在台湾搞走韩国瑜不少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受伤，可是这整个环境是相对离战争比较远的，就是安居乐业。可是赖清德他这个很毒的 DNA， 就是跟这个2个中国的蔡英文是不一样，所以他现在是没有节制，恢复到以前的真正的赖清德。赖清德当国大跟当立委都高喊台独万岁，当行政院长叫我是个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就公开叫他内政部长喊一边一国了，这完全背离了宪法跟他的冻结的民进党党纲冻结，他等于又冻结又复活了，所以这个很麻烦。他现在问题是没有人可以节制他这样做，也没有人节制他这样做，共产党来军演，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状况。谁来解开这个僵局？他认为他这样做看起来民调也给他一些鼓励那同时他这样做，他认为最可怕，他认为他这样会连任，这就无解，你知道吗？那他也看准了你没有那么反共，你中国国民党，所以我更要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这样很有利。因为简单讲，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党员的结构是维持现状派，他比较不敢这样做，他觉得总统可能会输掉。你知道，因为现在只剩下大家觉得现在看起来他的民调各方面，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如果是他，我也会这样干了，因为你会往下，你的民调是高的。如果我们特别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讲的就是他民调是高的，就鼓励他了。我这句话，那今天高在哪里？高在没有选择嘛。因为我们不管被抹黑抹红，以及有些党员的表现是没有那么反共，而他一直往左边走，就是我们往中间走，把他拉回中间，台湾安全；我们往右边走，他更左边嘛，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嘛。所以现在我认为症结点在这个地方。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一路往下走，因为这次老共的军演甚或有一些，包括他们的飞机船舰是进入应变区 ，OK， 但我不知道全国所有的民众，陆放，你在选区跑，今天老共军演，我就讲连山东舰都出来了，各位还记得吗？山东舰那时候有讲这些山东舰剑指何方啊，所有这些。一般民众有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股市还涨，当然因为昨天跌了太多了，今天涨了500多点。那民众真的有很大一些的感受吗？如果照刚才3个他们所讲的，有没有在台湾内部有一些人，不管是你说鼓吹武统的这些，或是有其他一些潜在的一些人，但是做民调上来看的话，包括你说从当初雅雅到今天小薇。他算是所有这3个里面，他算是抗拒的最大的。他今天圣货出境的时候，在机场你可以看得到那一堆人，大家推大喊，所有这些。但民调看起来，超过60%以上的台湾人是觉得说，那你们就该回去啊。对，其实应该讲说，中国在军演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在台湾周边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所以你说在民间，在一般我们在跑选区的时候。民众的反应其实就会觉得说很烦，就是又过来啊。然后，但是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国军这些防卫，大家会觉得国军很辛苦。那中国还要一直这边闹，大家看得更深的一层就是，那
还有哪些人？中国就一直要侵略台湾，一直要消灭中华民国。那还有哪些人一直都还在帮这么讨人厌的邻居一直在讲话？大家就会更生气。包括你说这一次的中配雅雅的这个部分，民调上面其实有65%的人是觉得赞成取消他们的居留许可。65%其实很高。对，那。当时雅雅的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是谁在帮雅雅讲话？王宏威，他讲了什么？他说这叫做言论自由，还拿了什么？他还拿了郑南榕所讲的言论自由来讲这句话。我就直接跟王宏威讲，郑南榕基金会、郑南榕自焚的地方在哪里？在你的选区，就在你的北松山，现在改名叫自由巷。你有没有踏进去走过一次？就在你的选区，你有没有走进去看过一次？你有没有去了解郑南榕所讲的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他是讲一个完整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讲言论自由。那你王宏威在这个时间点，雅雅是用武统在讲说要消灭中华民国，要用武力战争来统一台湾的时候，你改公公没有，这叫做言论自由。台湾人民看的是一个这么恶劣的邻居，一个一直要消灭台湾中华民国的一个中国，那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还在帮中国讲话，你在帮这些有发布武统言论的中配来讲话，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你在帮这些有发布武统言论的中配来讲话，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还拿言论自由，还拿郑南榕，我觉得这是我看到非常生气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拿郑南榕？你有没有走进去过？你有没有踏进去过那一栋大楼里面？这个现场都还留下来哦。你有没有进去感受过当时真正被钳进言论自由的时候的那个的状况、那个氛围？为什么郑南榕先生他会这么激进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众看的是后面这一块，就会觉得说，你们国民党很多人居然还在帮中国讲话，我觉得这是民众愤怒的地方。反而这样子的一个下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民调其实也是真的啊。台湾人现在，你不管去路上问，不要讲说是不是同属一中啊，你去问有多少人现在你在路上问说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有将近90%的人会说我是台湾人。讲自己是中国人的那时候，我记得之前有很多民调，每一年都会做一次这个民调吧，那个趴数非常低，只剩下个位数，10%都不到所以大家在看的是说，当台湾出现恶邻居的时候，当台湾出现这样子一直要侵略这个中华民国、消灭中华民国的时候，我们有哪些人是站在对方的那一个立场去开始讲？所以在这些一系列出现的时候，地方上的罢免反而会开始有人就会就说，这种包含王宏威，你在不管是你去上了中国的官媒或媒体讲了一些武统的言论、统一的言论，包含这些中配在网络上这个讲这些武统的言论的时候，那你第一站出来的，你居然是我们中华民国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而且还是投票投出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就是每一个都去签联署书。我讲一下，因为像我自己的服务处也是联署站嘛。你知道还有一个95岁的阿嬷，是他的儿子，已经也是70几80岁了，牵着他来。我说要不然就我们拿回去给你写。他说没有，因为阿嬷要自己来到联署站，他就是我们帮他写完，他就自己签名，你知道那个写字还是很有力哦。他说他看到的国民党，他以前都投国民党，他看到的现在的国民党怎么会是跟以前他所了解的反共啦，这个要解救中国同胞啊，要消灭共产党这样子一系列，他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走出来，95岁哦，走出来坐在我们服务处，把他签下，然后签下他的名字，告诉我们说，这一次罢免要把这些真的都亲共的立委不应该不适任，不应该留在我们的立法院。这是现在民众的心声。尚国，反共，我们已经讨论了好久这一段了。本来这一直是国民党的强项，照理来说是吧？小平是。为什么今天会变成是大家讨论到这些的时候，会变成是国民党
然后因此甚或在这次大罢免里面会变成是他们某种程度的软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如果真的讲，你看今天包括小薇要离境的时候那个过程，从雅雅那个时候一些所有相关的一些这些的过程，那现在再看起来的话，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谁呢？是夏立言吧？萧旭晨是带大九学堂的学员到中国山东访问，然后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也率团访中到河南皇帝拜祖的活动。当然，你说这些人两岸之间要交流，要什么，要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当然可以。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当朱立伦说真正反共的政党是中国国民党，那这些有没有人就是说，那这些活动在眼下这个节骨眼，尤其在大罢免这个氛围里面，会不会对他们来讲更不利？当然，你提到两岸的问题的发展，这一定是对国民党不利啊！我觉得那个当初朱立伦是在29号在桃园，上个月29号在桃园说的，宣讲的时候说真正反共的是国民党，所以朱立伦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但是你看到副主席到了河南省见了书记，我们都知道嘛，书记不是官职吧？不是政府官职吧？他是什么职？党职，中国共产党党职。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七常委是官职还是党职？七常委也是党职啊。你们常去见王沪宁啊？哈，那个4月份的时候，傅昆萁不是也去见了吗？然后你再看书记，你说最反共，结果你副主席见的是书记，你见省长还有一点理由讲嘛，你见的又是书记，然后讲的是9·2共识，那你告诉我，你告诉台湾人民说你最反共是吗？不是吧？统一战线的解释新解，金门的陈玉珍，以前金门是反共第一线的，你们的新解现在变成交朋友啊！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参考一下今天的郑传美的民调，它里面有一个针对雅雅的取消居留权，你是否赞成？国民党赞成的是41.9%。不赞成的是40.1%，国民党赞成的比反对的还高还高然后民众党是55.7%赞成，31.3%不赞成，你们党内都赞成的都比例高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然后你看刚才讲过了，就是说认同中国好感的9.9%，不好感的77.3%，认同那个什么两岸同属一中的是17.4%，不认同的74.4%。我觉得不懂，你看到这些民调，这么多份民调做相关议题的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没有反应吗？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反应。他们怎么反应？他们怎么反应？朱立伦已经反应了，他已经出来讲说中国国民党才是真正反共的政党，他已经反应，但他也只能这样反应啊，他总不能跟夏立言说你现在回来。你29号在桃园宣讲说我们是真正的这个反共的政党，然后你的副主席就准备飞去见共产党。你说这合道理吗？要反攻大陆了，不能听其言，要观其行，马上反攻，观其行才是重点。合不合道理？你说反共等等一大堆，然后你就看到你的副主席，夏立言上一次军演我们被围得要死的时候，他又去了，大家都叫他不要去，他还是去啊。对。然后4月1号宣布军演，3月29号要待到4月4号。每次大型军演你怎么都在大陆啊？然后你在中国还在讲9·2共识什么如果今天夏立言到了大陆3月29，你4月1号发布说军演，夏立言说你又在用武吓我们不接受，马上算团回来。国民党加分大家鼓掌真正反共他不是嘛？你还继续留在那边走活动嘛？然后还有一个马英九就不要谈了。马英九去那边，有什么山东啊，什么抗日圣战80周年，还记不记得跟那个习近平两个在见面，还在谈抗日，我们怎么抗日，你们怎么抗日？对，然后你又看到那个马英九跟习近平炎黄子孙来炎黄子孙去，结果国民党的副主席要去拜那个黄帝陵。
然后也共同说我们是共同的炎黄子孙。你说大家怎么联想？你为什么会不失分呢？你一定失分的嘛。你为什么会不失分呢？你一定失分的嘛。你今天的口头上的说法，所以我每次都说朱立伦最会讲话而已啦。你讲你反共，但你有表现出你反共的态度吗？有吗？有很强烈吗？不要忘记，中国的执政党是谁？中国共产党大家都说我反共不反中。结果每一个去的时候，我是见中国的领导人，他是以政领党，他的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你当上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你才会是国家领导人呢。那你每天在跟我讲反共不反中，然后每天去见共产党，你到底要跟谁说你真的反共呢？而这个议题，你又包括说你又来军演，来了共建21艘，那一定包括山东舰。来了海警船来了4艘，71架次的共机，36架次进我们的应变区。其实进应变区就简单一件事啦，你就是跨中线了。当然，我们的应变区就是24海里到海峡中线整个延伸下来嘛。你进了应变区的话，你就是进了中线嘛。你说每一次在这边挑衅什么的时候，然后你们的对中国的谴责有很强烈吗？没有没看到你很强烈然后这边每次来，然后你每次团就去那边，每次这边在威胁我们，你团就在那一边，你要跟人民怎么解释？你说人民在联署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一开始。联署团体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是在反共剿匪。好了，杨志宇把一位罢免的志工逼到口罩拔下来，逼到成为全国知名人物。阿美，逼到全国知名人物，然后他们也。当然了，这是那个他们自己做的啦，删除为爱自己做的，有点仿那个之前买那个是那个每日一字嘛对。第2集开始就是戏子黄先生你的国破了嘛，然后第3集每日一字叫做那个他们那一次是倒数计时嘛，那他们也仿了每日一字他就跟你解释一个匪字。他说匪可以成为强盗啦，什么匪徒、小偷啦，然后到最后引申到共匪嘛。然后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共匪的代表人王宏威、傅昆萁，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匪有部的意思，把谁讲出来了，把蒋公那个蒋家的就说蒋公遵循三民主义树叶匪械。匪有部的意思了，知道吧？然后他后面就讲了，对，要遵循蒋公的遗愿，联署救国，罢免这个王宏威，我讲一句话，我们都说，这次罢团是非常有创意，对，但是罢团里面，所有的罢团都在地方上联署，如果罢团认为这一个议题是无效的话，他会做这个吗？他会去拍这个影片吗？尤其是用那个匪字带到共匪那一部分，一定有用嘛？没有用，其实不需要白费，因为只剩下距离他们联署大概4月中大概40天到45天，一定要联署完毕，开始要做册嘛。然后你说在这个时刻会拍这个，你说会没用吗？如果赵一夫刚刚那样讲，当然，小平，你说包括像洪威副总召，你一定会讲，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就不是这样子啊，什么匪这些。可是所有这些的氛围一路往下，刚刚讲，包括夏立言他们，
刚尚公讲了一个，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当然文化交流是一块，可是当人家军舰绕成这个样，如果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就把人招回来以示抗议，这对国民党是不是会有加分？会啊。就当然，但是不会这样做。夏立言是应该这样讲啊。当初如果找连胜文去做那个副主席，那副主席分3个哦，属于县市的地方的那是黄敏惠哦，然后青年是连胜文哦。OK， 那本来是那个连胜文青年，不是那两岸是他，现在两岸是夏立言。请问夏立言做这个副主席，常常到对岸去。跟连胜文做，谁的政治性高？当然是连胜文。当然，那所以找夏立言，其实已经是朱的敏锐度跟善意的第一个这样人选。你说降低那个当然，连个区的不一样嘛的。第二，这个既定的行程取消，其实朱也是两难哦。因为这个有没有什么统战色彩？没有，是拜皇帝共同主5000年。这个算是交流里面最低度的交流了。两岸交流，这个不管是寻跟文教，反正总是跟政治比较不相干嘛。好。取消又是一件事，好，当然也可以取消，也可以不取消，自己决定。我也不是主席，他自己大人，他自己决定。总之，朱是不是大家看到相对比较亲美反共的，是吧？大家同意吧？朱是亲美派，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只是这个既然他是亲美派，这个时候又打出这种口号来，所有的罢免团体，那叫做，请问贴这个干嘛？贴这个国旗干嘛？这国旗代表中华民国，没错，没有错吧？不管阿美啊，不管谁什么皮金尔什么这些人，他们就取巧，只讲了反共。对不起哦，你们现在总统讲一边一国是消灭这个国旗，消灭这个国家。他们也很多是台独，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个不讲，他把讨厌国民党，因为讨厌老共有77%最新的民调，把它极大化。其实也蛮狡猾的。这第一句话哈。第二句话，那我们该怎么样？我认为不只弄2个公投也不会把李进勇不会把你放在同一天了，823，你相信我啊？对啊，那该怎么样？反制。好，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第一个揭开他的这个轨迹。第二个，你天上掉下礼物，枪送给朱立伦。哪一块？内政部长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那中华民国保卫战就打了维持现状跟台独的战争啊，把所有以前赖清德国代、立委、行政院长、务实台独工作者跟刘世芳讲话的样子，丢基本上就打了嘛电视，这个才是打仗的方法嘛。这是我在电视上给中央党部的建言，好不好？你为什么要在电视上？你不能直接跟中央党部讲，或透过地方党部跟地方党部。你刚才不是一直说你跟大头都有密集联络？大头是朱立伦的办公室主任兼副秘书长。今天你既然提醒我就去讲，好不好？这个有没有听到刚小平讲的？这个不是啊，那谁代表中华民国？1950年的时候，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1950年说这首歌好好听，给他第1名。这首歌叫《只要我长大》。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为国取剿匪，当兵笑哈哈。他的原句是剿匪，后面是反攻大陆，后面是反共抗俄，最后一段叫把猪毛杀，这个才叫中华民国。请问一下，今天代表中华民国的，包含今天出来开会的这个邱将军，等一些阿兵哥前辈，然后我们看到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行政公务员体制，我们看到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这一群热爱台湾的，他还不见得是有台独或华独的选择，他们只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这些人怎么不站国民党那边？这些人为什么不去跟国民党站？这回来反共？没有啊，因为那个。嘴巴讲嘛，口惠而不实啊。所以如果今天要把中华民国一刀切，他说没有，中华民国应该是要反共的啊，所以就是我国民党的。我觉得反而是把国民党把中华民国当成国民党口袋的囊中之物，而不是把中华民国拿起来，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高高挂嘛。那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主要意思是什么？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台独的倡议者，我也一直在讲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阶段要接纳的是，而且一定要划清楚的线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刚刚那个民调70几%跟10几%越差越多。有些人跟我讲中华文化、台湾文化的差别，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中华文化的确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嘛。台湾文化比较大，中华文化比较小啊。在台湾文化里面有一块是中华文化，这个叙述有错吗？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把台湾文化
自甘为这个什么牛尾啊，然后去当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什么时候我们的少数民、我们的原住民要去当中国的高山族？这个是完全没有逻辑的。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我们吃不同全世界最丰富的早餐就在台湾。你要日式、中式、台式、美式、西式，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呢，你要穿的衣服从旗袍穿到什么僵尸袍，然后呢再穿到国外的西装、冬装、发装、什么装，你开心就好。韩服、日服都可以。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嘛，这个才是我们有一个真的，这个才是我们有自己国家的一个骄傲、国格的一个差别。这就是我们不要每天都当人家的细汉呢，讲个介绍个店名叫 My name is my Chinese man is， 那个外国人听到都会笑，你是台湾人啊，你要中国名字啊，你是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啊，短短2句话就介绍了台湾地缘政治的无奈。但是我们是有选择的，在那一条线，台湾跟中国不一样之后，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怎么弄，我可以来讨论。这也是在政治上我觉得比较理想亲民的前提，就是共产党不要插手，跟你没关系。蓝绿我们来讨论谁比较会治国，我们来讨论，因为就算夫妻都会吵架了，没有规定一辈子都只能投给民进党的，真的没有，不然要在野党干嘛？但问题是我们的在野党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摆着凤凰卫视的贵宾王宏威在那个当立委，然后改名叫做昆仑山上一枝草当国民党总召，你叫我信反共，我看起来头有撞到吗？你自己摆的我再换个方式讲，傅昆萁改名叫傅昆萁的时候，你们中国国民党发现他是共产党的名字吗？你有发现昆萁是共产党的宣传电影吗？整个国民党都麻痹了以前对公研究、对中研究的人完全瘫痪，完全没有失去效果。以前只要有一个间谍，走过来，长江1号要来处理浊水溪1号，国民党的惊死，还有间谍，要列起来。现在有一个改名叫共产党的电影当你们国民党的总召，然后你跟我说反共，我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最近有一个年轻人，坦白讲，我不认为他有政党倾向他叫做瑞，瑞是一个网红，他昨天他应该是当完兵回来，但我还没有继续追。他请假了5个月，消失在实况圈。他的所有短影片几乎都是 Facebook、YouTube 各个 Instagram 的第一名，甚至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叫搬运账号，最强高中生嘛，最强高中生，甚至还到 NBA 视讯。对，他就住在纽约，很多人都认识他。我有朋友去到纽约的时候，人家问说你来自哪里？他说来自台湾。他说那你认识瑞吗？这是怎么样？我们台湾只有一个村庄，是不是？大家都认识瑞，但是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的知名度很高。他昨天开播第一天线上人数71000人，全美第1名。因为他是在电玩直播网站，不是在 YouTube。然后呢，今天有一个著名杂志 GQ， 他就访问他，瑞，你在美国生存必备的10项东西是什么？他第一项拿出来的，我有没有带没带。你要带你的新护照吗？他第一项拿出来的就是护照然后护照不小心2020年被一个被罢免的笨蛋，那个叫陈柏伟改掉了。本来我们中间写 Republic of China， 下面写台湾。我们后来 Republic of China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是因为新闻时事，我们就趁机在立法院里面推，把那个 China 的字样稍微做了一点艺术的美化，让它不那么明显，之后把台湾放大。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台湾最好的宣传。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台湾最好的宣传。我觉得让大家知道台湾跟中国不一样，不是脸的不一样，不是打扮的或者是说话晶片的人不一样，是我们对于民主自由生活环境、对于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我们能够友善，而不会让人家觉得什么中国人跑去靖国神社咆哮了，跑去那个什么拉面店。给人家贴标签然后到处乱被人家形容是什么房地产蟑螂孔子学院渗透美国文教界，我们不会这样子做。我们是对台湾对世界有帮助。台湾 can help， 台湾有台积电，台湾有非常高知识的教育水平，然后与全世界做好朋友，这样子来证明台湾跟中国不一样这样很好这样哪里不好可是我们如果跟中国一样的话，哇！从北部看到南部180度全部都是敌人，这样对台湾的国际环境比较好。这个逻辑很简单，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我想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共识。阿苗，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刚刚开始讲，你最近看的这些民调，赖清德总统的民调都要不就创新高，要不然就是都在高点。他一定是
要不就他做对了什么，要不就是其他人做错了什么。只有这几种选择性嘛。他到底做对了什么，或其他人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其实坦白讲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我认为就算是蓝营哦，也很清楚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反并吞。因为长期以来80%的人都认为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嘛，这是很稳定的民意。那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你的具体作为是什么？就像朱立伦今天说，我们国民党是反共的。那为什么大家我看很多网友说啊，这个是最好笑愚人节笑话？因为国民党这20年来，我们不要讲说这几年来，我们把时间拉长20年好了。这20年来，国民党做过最具体的反共作为是什么？有人讲得出来吗？办张显耀。最后张显耀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被办，开一个记者会之后，后来就下去了。就已经最像的是这样子。就这20年来，国民党有执政嘛，马英九有执政8年嘛，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好，这1年来，国民党在立法院掌握多数了。国民党在立法院掌握多数之后，推动过任何反共的作为没有？有人讲得出来吗？至少我是看不出来任何啊。先不用讲说什么他冻结海鲲号1半预算啊，删除国防部的水电费，删除国防部业务费这些好了。你有没有正面积极表示过你怎么反共？那赖清德，我知道国民党对他很多批评，可是他最近的一个具体作为是什么？就是他开一个记者会，然后说提出他的国安有17项政策。那这17项政策，国民党其实跳出来就表达不赞同嘛，对不对？那当然，你说这17条又不是赖清德说要做就要做，要修法，比如说军事审判要修法啊，也要立法院点头啊，也要蓝白点头啊，这些固然都没错，但至少赖清德他讲一个方向说，我有这17件。所以大家看这个民调哈，我特别关注什么？倒也不是赖清德的满意度跟信任度啦。虽然赖清德的满意度跟信任度确实这个很惊人哦，因为他完全超过误差范围，直接往上跳。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变化，但是我看到我更讶异的是什么？更讶异的是大家看共产党的好感度，这个是9.9%，还有上升一点点啊，反感度上升1.7%，但是蓝白的反感度的上升，蓝白反感度的增加比共产党增加的还要多啊，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台湾人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对于蓝白的不满啊，甚至多过于对共产党感到的不满。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当代总统他提出的具体作为。你可以表示反对，但是你要讲你怎么做。OK， 中佩雅雅被遣返，国民党有些人跳出来啊，他言论自由，我们要保护他，这样会不会太粗暴？好，你可以反对，但是面对中国人在台湾说武统，国民党你的作为是什么？如果你只剩下反对，只有不要，但是你讲不出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对不起，在选民眼中你看起来就跟2岁小孩没什么差别。如果我们把它具体落实在接下来你看到罢免的很多地方的话，因为现在看起来第2阶段，你也看到有一些罢免出来在喊说，连清明连假都希望大家要去，因为感受到那个时间点是刚小平有讲，其实能够过的第2阶段可能没有这么多，因为你自己参加过联署嘛。到这个时候一半应该是60%，最少要有60%就会成。OK， 没有60就有风险。好，那问题就是我们就讲中正万华这一区吧。39，你觉得李孝亮那一区到底出了什么事？钟小平都笑了。钟小平在我们讲反共的时候，没有露出一抹的微笑，一讲到中正万华先笑出来。已经讲了，在节目讲10几年了，对吧？对，中华民国派，对。好，就李孝亮的角度来讲我们一个个来。李孝亮的角度来讲，2月6号接，2月6号送啊，所以是不是2月5号的那一份李孝亮要说明？这第一点。第二点。李妈妈出来讲，说黄吕锦如跟李家有私人恩怨，他有一个李叉叉这个建筑师跟黄吕的先生有私人恩怨，因此黄吕有动机让李孝亮当替死鬼，这李妈妈讲的。然后到第3%的时候，李孝亮自己跳出来说，一切都是自愿的。3个议题没有解释一件事情，为什么有死人？我要提醒大家，不管李孝亮是不是自愿的，不管他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犯罪就是犯罪；不管他成年或是未成年，犯罪就是犯罪。我们今天问的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件事情：谁那里的连叔叔枪蕊人的交易，就只有问这个事情。嘉良改，谁那里的连叔叔枪蕊200几个叫交易，咱无人要改政治变害，谁那里的连叔叔枪蕊
你枪进前跟枪之后，拢有一定的拍手人会往你。为什么要讲嘛？只会在那边讲说赖清德追杀，在讲说我跟我妈妈没关系，我成年了，我自愿了，人安怎台人是谁杀的？这个才是问题嘛。无证据提告组织犯罪啊，你如果没有违规联署的嫌疑，他要提告什么？组织犯罪这个听起来很严重的，他不是说一个人说我今天我要罢免某个人，心灵神智啊，然后就开始写，我要开始感应到名单，他要有人决定要做，然后分工上有人当领衔人啊，还要指使别人，不知道去哪里拿名单，名单来了也不会是一个人写，要一堆人写，这个才叫组织犯罪。要解释的是这个啊！你跟我解释你是不是自愿的，我管你是不是自愿的。你是被人家拿枪逼的，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重点是为什么有死人，到今天都没有解释。国民党在那边一直游来游去，这一切啊，钟小平都看在眼里，静静的看你们装 A、B 的戏。OK， 但医生是这几件事情，包括郑浩也有提出一些的质疑。没错，那。当然，你说对了，三哥刚刚讲是，就算他成年，就算他讲说他是自愿，可是事情总有一个始末的东西，真相到底是什么？对，郑浩其实在脸书写得很清楚嘛，因为罪魁祸首其实是张延廷啊。你住不满4个月，你去当领衔人，所以 A 队就失败了嘛。2月6号，因为 A 队失败，只好找 B 队嘛。找 B 队找了谁？就李孝亮啊。找李孝亮，你拿临时又要送进去，哪有来得及？怎么可能3天签出1000多份？不可能的。现在的霸团、公民团体，现在每天站街头好几10个点，也签不出几千份。所以只好可能原名单改领衔人而已啊，所以李孝亮就变成这个领衔人嘛，而是谁给他的？我直接讲，我不讲是谁，那个钟小平等一下出来讲啊，那个清工会清工系统，我直接讲2月9号谁宣布有 B 队的？2月9号有一个人叫做满志刚，他出来说我们有备胎，我们有 B 队。而满志刚不小心就是台北市青工总会的总会长，剩下的钟小平去证实啊，到底是不是谁是给谁名单的了？问题来了，我帮李孝亮讲话，为什么？因为一个年轻人，你真的不要去扛所有的责任。其他的人什么霸无四君子、霸无四武士，他们都要选举的，要选议员的，他们去扛。李孝亮，你没有要选，你就是刚加入国民党没多久的一个年轻人，对政治有憧憬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叫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年轻人去扛这种事情？满志刚，你包含黄旅，要不要出来讲名单谁给的？因为不可能李孝亮生出来的嘛，李孝亮哪有可能生出108个死人名单？他哪里？他开殡仪馆也生不出来啊。李孝亮哪有可能生出108个死人名单？他哪里？他开殡仪馆也生不出来啊。所以这些人一定有人拿名单给他，或者直接叫他挂一个领衔人而已嘛。而背后是谁要讲出来嘛？至少你在媒体面前你不讲。未来现在有人在控告了，未来在法庭里面，如果你是证人，你不只是伪造文书罪哦。如果他先用证人来传唤你，你又讲了说是我的，而且查出来是不是你的时候，你还加一条伪证罪，不是吗？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扛？所以如果我是他妈妈嘛，什么新闻稿而已，什么骂黄旅而已，我直接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朱立伦算账。整件事情就是朱立伦以霸指霸生出来，地方党部开始作业出来的问题嘛。那然后你现在要一个年轻人，20几岁的年轻人扛下你国民党的一个重大错误，为什么？我说法理情啊，法律上他当然有责任，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们根本不相信李孝亮生得出这些名单。在情分上面，你国民党你不怎么会一个妈妈写信、写了新闻稿、写了脸书之后，没有人去关心他妈妈，把他妈妈推到民进党这边来，然后以为所有事情推给民进党就没事。一个妈妈一个可能他儿子支持国民党的妈妈你们至少也要跟他道歉，让他担心了吧？没有人道歉，还要李孝亮去国民党帮黄旅道歉，这是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到底发生什么事嘛？难怪他的党员的支持度会变这么差嘛，政党支持度变这么低嘛。你对一个党员，对一个支持者，你这样讲话，你没有道歉就算了，还有李孝亮去跟黄旅道歉，黄旅很大是不是？钟小平就可以把他干掉了啦，黄旅很大是不是？我就围如雷卵，不要再这样讲。所以我为什么生气的原因是，你让一般的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去帮你一个100年政党权势熏天的政党去扛下所有的责任，这是我看不惯的地方。OK， 你说到底，这整个名单接受的作为过程，跟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旅警有没有关系？跟刚刚讲青工总会满志刚有没有关系？这需要后面的接查证。但小平是你自己是在这一区，对，过程当中大家也一直在讨论，那你一定知之甚详的一些事情。整件事情为什么会搞成是这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黄旅主委就倾向就是刘思颖选中正万华的。这个议员，因为有殷小薇那个缺嘛，大家看，然后倾向张延廷选中正万华的立委，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那 A、B、C 3队怎么来？我要讲一下哈。A 队就是刘思颖加张延廷，然后2680份就送到在2月送到中选会，在1月底那时候送，他是检查，那检查什么呢？没有检查事实内容，因为。那个叫备位领衔人张延廷不够4个月在中正万华选区，就整个退件，连刘思颖也一起退了，就作废这份作废。然后呢，作废干嘛呢？作废的话，那张领衔人助理那个备位领衔人作废，可是名单还是还给你。还给你的话，是不是在2月5号到2月6号就紧急找了南港青工会的会长，那个叫李孝亮？好，那谁找他，我就孤影其名，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讲了哈。找他以后呢，他就临危受命啊，临危受命啊，青工系统找他了哈，临危受命，然后就他很热爱国民党，他就一肩扛下。那他的户籍在南门里，南门里就是在小南门里边了哈。那谁找到他，大家大概也都知道啊。找到他以后，他同意，我觉得很热血，就同意了。好，那什么叫 B 队呢？就是名单不变，可是领衔人跟备位领衔人换，那又出现一个 C 队，叫小平队啊。因为我跟你讲，我是一直跟那个大头啦，朱立伦的那个办公室主任沟通，我们就讲好了，就2阶再来帮忙嘛。我1阶真的没有要签，没有要送，都没有。那可是呢，这个 B 队的人啊，认为说我会送，那我就消息出来说我要送，好，我要送，然后他们就半夜12点去那边蹲着排队，好像排周杰伦演唱会一样。为什么？因为第2天9点开门，他怕我那个8点59分去嘛，其实我真的没有去，我也没有连，我什么都没做。他们认为我会嘛，我没有做好，这叫 C 队的 C 队是个虚拟队伍，好不好？没有，可是 B 队 C 队不都是国民党的吗？是嘛？所以我就讲的要团结嘛。现在已经演变至此，那我在讲现在另外一个主角跳出来叫李正皓，好不好？好，李正皓要干嘛？李正皓要消灭黄旅。那我们要干嘛？要阻止他消灭黄旅，好不好？因为所以你挺黄旅，我挺黄旅。不是啊，我为什么挺黄旅？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好，来，我们是不是搬出了韩国瑜牌？就对，院长被换，这个有没有用？就是说，如果要是国民党什么什么的话，就是要罢免韩国瑜。对，那第二个，赵少康下猛药，什么猛药？就是这个柯文哲是被民进党关起来，所以请柯文哲的那个白要出来投票。投反罢免有没有？这个是很重的药了吧，对不对？13你同意吧？哈，那我既然主轴是往这样走，而出来主导跟赵少康的言论讲这2条嘛，哈，走下去，请问你啦，我们现在徐小新他们最危险在哪里？反罢免热度很低嘛，民调差1倍啊，是，对，投那边40几就20几，对不对？大家看民调，所以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事？我要尽我一个党员的力量，要让反罢免热起来，就是你知道热起来。那请问黄旅主委如果有风险的话，台北都倒掉了，你觉得台北的立委被人家罢免有没有很危险？你士气溃散嘛？大家同逻辑很严谨。你是真的爱国民党？我真的爱国民党。我跟黄旅的恩怨真的不重要，我是要保住，我是要罢掉吴佩益尽一份力，还要保住那3个女生，就这么简单。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党员，好不好？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但是你也不能叫李孝亮出来扛啊。对，所以那我有没有帮他讲话？那名单不是他的，有吧？我说是不是很少人？然后李孝亮
因为临危受命接的，而这名单不是他去总的嘛，去摆摊。我有没有讲？你有没有看到？我有没有讲？你这个名单不是他生出来，我有讲哦。你有没有看到？我也被骂哦，我也被国民党骂哦，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媒体上面有前青工会的一些人直接出来讲说，郑小平要不要照照镜子？前青工会，然后说你对于党里面有你这样的人，还需要有民进党吗？好啊，那我连几份那个。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因为大家也没听过他的名字啊。那你不要出一张喇叭嘴，你连几份？1000份就好了。前进攻总会长，现在你的学弟，对不对？你知道身为你学弟，对不对？好，这个都不重要，重点是你要2阶签呈，然后你不能让黄旅有风险，因为台北市党部主委主赛都倒了，徐小新、李彦秀跟王宏威也比较危险，我讲的话比较有意思吧，比较有积极，而且我是真的，你交代我就连。而且，可是我跟你讲，我要讲他的那边的实务哦，万华哈，朱立伦是一定要出来，把100个桃郎就里长啊，就党籍里长这些人，中正万华，你知道他们压力很大哎，他有些人也不要得罪吴沛忆哎，他是现任立委，所有服案件是吴沛忆，没有找不到第2人，不像议员我不找你，我有8个我随便找，所以你也要体谅党籍里长或者无党籍的里长偏蓝的人。好做事，他们讲得很清楚嘛，要转告这个党中央说，主席来出面呢，要他们连这个，或者黄旅出面连这个，他们比较好施展手脚。他跟吴沛有交代，哎，我这党的命令我一定要做嘛，所以方方面面配合。我最后2句话，第1句话就是2阶联署成再来，好不好？成王败寇，不要讲过程，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对吧？那我是最能连的话，你要善用我嘛。那我在你节目重大宣誓，好不好？好。连城的中正华我不会选，可以吧？你提别人，这样够不够意思？我这样有没有爱党？所以你不补选，你就算罢掉吴沛忆，罢掉吴沛忆，推刘二人，推什么？我不要选，可以吧？这么久，我是真的爱党吧？还要怎样？够不够？OK， 我这样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党要团结，党快被团灭了，好不好？那大家还斗来斗去，你又不觉得很无聊？这个小平刚刚就跟你讲，好，第一个小平已经我不选可以吧 ？OK， 但我不知道，罗芳，现在看起来的话，小平刚刚已经感受到国民党会面临到团灭的危机。因为我在基层低气压很，你知道你看嘛，那个低气压，罗芳你自己有感受到，国民党已经小平已经感受到那个团灭的危机。如果再大家你斗我，我斗你的话，就真的是整个要团灭。可是这整件事情不是单纯联不联署，他前面先出现，当台南地检去台南查酿，然后收押了一个包括副主委。对，社会媒体上有一篇报道是在讲说，未来会不会在每个地方，因为如果都有出现这个亡灵大军的情形，会不会都败？社会媒体上有一篇报道是在讲说，未来会不会在每个地方，因为如果都有出现这个亡灵大军的情形，会不会都败？台北这个状况不是单纯李孝亮你要不要扛这个，或者到底那什么？因为有人告了嘛，吴峥已经去告了嘛，那9个地方。如果检方就是要查的话，他就是要传，他就是要问，他是都可以都传都问啊。而这些地方会不会某种程度，因为这些都会对国民党未来整个不管气势或真的在联署上面都会有影响？我觉得第一个啦，首先在罢免上面啦，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说，你罢免吴沛忆理由是什么？他做错什么？小平哥，沛忆做错什么事情？他是台独的帮凶，支持赖清德，让国家危险。地方上是日本这个忍者完全看不到人。吴沛忆没什么大恶，平常讲，可是选他干嘛？对万华有什么用嘛？我告诉你，吴沛忆做了什么？他帮学校争取了非常多，重新铺学校的这个跑道什么等等，请你去看一下，要用心去看一下人家做了什么。你去问问这些里长，吴沛忆帮他做了什么？刚刚小平哥也有讲嘛，国民党籍的里长有服务案件，也是拜托吴沛忆去帮忙。吴沛忆有没有做？有，我只能找他嘛，他也有帮忙做。他就一个单一席次2票制，你也可以去找其他区的立委来帮忙啊，这也没什么啊，因为都是立委，他们都可以去处理啊。跨区难了。所以在这上面来讲，小平哥刚刚讲他是台独的帮凶。你讲了这句，就说吴沛忆的错是错在他台湾，他身为中华民国台湾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站在台湾的立场去讲话，有错吗？哪里有错？你因为这样罢免，我觉得在很多的氛围上面来讲，很多年轻人在问说，为什么要罢免这个立委？要讲出理由，让他们能够幸福。你到现在
抄都不会抄到连这个黄旅自己受访的时候才讲说啊，我们名册没有更新呐。那是你自己讲你名册没有更新呢。好，然后这个来讲一下。你今天的死亡联署罢免，这不是民进党去帮你签的，也不是民进党叫他们起来签的。难道是你们自己关落音在那个阴间在设这个联署站吗？苏巧慧的这一份是超过45趴，本来吴佩益是最高的，吴佩益本来是40%不合格率，苏巧慧这是补送完还有45趴哦，他是补送还有31人。在之前还没有补送的那一份是84人，所以你连补送都还在抄。你补送还没有抄好，抄都抄不好，甚至他们自己的死亡的名单根本都没有更新。这个是这个林延凤议员，他的邻居收到的这个党员，国民党党员庆生联谊活动，邀请这个党员来，这个党员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你还在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帮他庆生啊？对。所以你说国民党今天的问题，李夏亮的问题，他当然就是他自己要面临到，就是如果他真的要扛，他进去如果被北检约谈的时候，那他就是劝他就把说谁把这份名单交给他，因为检调一定会问，第一个你名单哪来？因为你26号当天送，你26号那天改人，你那一天6号2月6号那一天，那人家一定会说你一天联署站都没有放，你哪来的这2000多份的联署书嘛？那他一定是有人整摞的交给他说，你就是联署人，你就是提议人，你就把这份全部送进去嘛。所以请他真的为了自己的未来着想，把这些谁交给你的，把它交出去。那国民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都像以前一样觉得说，反正我名单抄一抄，反正也不会有人去检查，反正我就抄完以后我就送进去就会过了。错，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大家会去查，户政单位也都会去查，地方选委会，地方选委会很多都是国民党的哦，不是民进党哦，不要再说这民进党的哦，地方的选委会去查出来就是这么多死亡联署，这是你们自己要去跟大众交代啊。现在看起来一直往下走，上高，我刚刚讲。整个大家最近会有很多的一些民调，包括今天正传媒一份的民调，那个整个罢免，我说赖清德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事？因为在反罢，在罢蓝委的这一块，大概增加了快9%左右，是整体的氛围上面造成像这样的一些的影响吗？可是刚小平讲了一排哦，韩国瑜牌，总是把韩国瑜包括韩粉或者是很多国民党蓝营的人士都吹出来吗？韩粉加柯粉，对，还有一个就是包括讲柯文哲牌。赵少康拉柯文哲牌嘛，对。然后对，那柯文哲前主席这几天的身体状况也是大家关心的，包括你说北所几次要不要就医啦，所有这些状况。黄国昌那时候不是还在北所外面，然后直接静坐要让柯文哲去看医生。徐小新直接喊出来说，黄国昌已经承诺，就是到时候徐小新松信这一区要变成蓝白合作的示范区。所以这2张牌打出去，对他们未来有多大帮助？第一个，当然你说赖清德有没有做对事，或是相对在野党有没有做错事？当然现阶段在两岸的氛围上面，大家大概是对中国方面是比较讨厌方嘛。你只要能够。对于一个对我们文攻武吓，乃至于说是他们的国民在台湾讲到这一些，其实你从民调上面看到都希望他办嘛。我想刚才我就讲雅雅的正传媒雅雅的，连蓝白里面都有很多人都认为是要赞成的嘛，赞成的多过反对，对嘛，赞成的多过反对嘛，哈。那对于像这一类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一个党一面倒了嘛，民调呈现不是一个倒嘛，所以你说，赖清德的民调跟其他政党的民调，因为这看就已经很明显了嘛。第二个就是说，罢免当然走到现在，正传媒的民调也做了嘛，哈，那大概这个是他的大概的吧，哈。就赞成的40.5，不赞成的46.9嘛，哈，大概这是一个总体数字。但我觉得正传媒我比较喜欢用那个细部的数字，细部数字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台北，会投叫国民党的选区哦，国民党的选区，因为正传媒有分国民党选区跟民进党选区，在国民党的选区里面，台北会投同意票。同意罢免的29.1%，
会去投不同意的18.2%，不去投票的49.6%。那你看来谁的危机感比较大？当然是被罢免人的危机感大嘛。新北40.3比22.3比32.4，就是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跟更高不投票更高。桃园也高达38.6、18.4比32.8，投票赞成的也高达38.6。台中还有44。所以你从这一些数据上面来看，国民党当然没有乐观的本钱啊，没有乐观的本钱，因为罢免的大部分都是蓝委要面临的。对，我刚才讲的虽然有8席都会区，都会区嘛。我刚才讲的是国民党的选区里面，对，就说你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你再看，其实30到39岁哦，国民党哦要罢免国民党选区的哦。30到39岁是41比9.7耶。就说你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你再看，其实30到39岁哦。国民党哦要罢免国民党选区的哦，30到39岁是41比9.7耶，41比多少？41.4比9.7耶，这中立有50%，不投的是43.3呢，43啊，经济学。你看这一层的选民是什么人？就如果已婚，大概小孩在幼稚园。就把那个父执辈的，就父母大概60、70岁的，他就刚好夹层，你知道吗？三明治是这一层嘛，夹层对你的删减预算里面涉及到福利是最有感的那一层。你有发现这一层要去投罢免的比例很高，所以你说啊，国民党会不会很惨？那当然。你看那个郑传媒有做的那个政党的民调，其实政党的民调大概民众党还有11.1啦，国民党20.1，然后民进党是35.8啊，那当然民进党上升1.1，国民党下降了1.7，民众党下降了1.4嘛，哈。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党对国民党到底有没有用？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譬如说。有一份民调做花莲对傅昆萁不满意里面，民众党不满意的高达34%。那大家都知道傅昆萁跟黄国昌在立法院吧合作吧，好到黄国昌可以扒他的头不是在议场外面不是有拍他的头？是傅昆萁扒黄国昌的头嘛？你看他们是不是好到这样？然后在作战的时候都一起啊。那大家都知道黄国昌是反罢的，大家都知道黄国昌跟傅昆萁在立法院合作的，那为什么民众党还有34%对他不满意？不知道吗？然后你注意看那个立法院在职权行使法的时候，那时候青鸟不是在外面，警方送了一位男立委跟一位女立委去上车，请问送的是哪2位？黄国昌跟徐小新。黄国昌跟徐小新。那你看 TVBS 那一份民调里面，民众党还有大概7%是同意罢免哦。然后大家不知道黄国昌跟徐小新的关系吗？大家不知道黄国昌罢免吗？从反罢免他不是今天才开始讲的。那为什么民调还会做出这样的数字？怎么还会做出这样的数字？所以黄国昌真的有用吗？就是说你对徐小新2成7，你真的有办法影响吗？我是打极度的问号。上公打极度的问号。阿淼是，但是对很多国民党好，譬如你说不管是元之他们来讲，他觉得反正要罢他的人大概都已经到该出来都出来，他觉得也不会因为黄国昌再来站个台再多出一些了。可是黄国昌来会不会还是带来一些的票？这就我想是巧芯跟元之他们会觉得说，只要有人来，
可以帮一点忙，好歹反罢的人会不会多一些？这是一个。另外，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还有一张牌啊。国民党毕竟在都会区6都里面，国民党在4都，所以在被罢的这些委员来讲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蒋万安出来，包括挺国民党的在台北的这几个委员，在桃园那场张善政站出来，然后他们要被罢的委员，然后在每个地方最早在新北那一场是侯友宜站出来。然后他们的那些委员出来，也就是说，当各路诸侯站出来，因为这不只是为他们自己啊，不只是为那些委员。如果他们在这些县市那些委员只要有被罢掉的，对他2026如果有人要连任，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国民党觉得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当朱立伦也讲各路诸侯站出来，然后如果小平刚才这种忧患意识的议员也站出来，对于罢团未来要再推荐胜或就算过了2阶进3阶，会不会都是一个主力了？现在第2阶段收集联署书是主要的任务了。那根据过往的经验呢，其实如果不是用抄的，是正常联署，抄的我们当然就不论了。正常联署呢，它的收集速度是个微笑曲线，大概是这个形状。就是刚开跑的时候会是最热烈，因为你前面的第1阶段都蓄积动能嘛，一开跑就冲刺出去。可是，在中间呢会慢慢降下来，因为要交的一定很早就交了嘛，对，那你中间就会进入一个这个说服期，就是你要开始到处去摆摊啊，叫吐鲁番洼地。对，就是说你要去把那些，因为现在看民调的话，大概有2成到3成，大概2成5的人其实是愿意联署，那只是说，那为什么联署书收到那么多呢？对啊，因为他没有遇到你。你没有遇到他，每个里要摆一个摊啊，他们摊太少。但因为公民团体嘛，怎么有办法是每个里？不是我们连也是这样子，这个谁都知道是谁都知道有没有本领摆，好不好？对，就是他要花功夫跑去你那里联署，门槛太高。对，但是如果你到他面前问他要不要，他会愿意。对，所以你这个微笑曲线现在是走了，现在2个月走到中间嘛，走到一半，所以他现在在这里。那在这里的时候呢，被罢免人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对不对？因为被罢免人来说，如果最好不要进入投票嘛，省很多钱。当然，所以现在就2个嘛，第一个行政权，行政权护体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罢免的团体他要找出这些人不容易，所以我就让你不能摆摊，对不对？这个罢免团体他自己有整理啊，像这个桃园第6选区要这个罢免邱若华的，对不对？因为他是议长邱奕胜的子女嘛，所以在地方上呢，经常有很多俄语啊，说，你如果去写，你会被查水表你会被怎么样，降低联署的意愿。桃园第6选区要这个罢免邱若华的，对不对？因为他是议长邱奕胜的子女嘛，所以在地方上呢，经常有很多俄语啊，说，你如果去写，你会被查水表你会被怎么样，降低联署的意愿。这罢免团体都跳出来讲。那他们就说他们在陆战上遇到的困难，比如说他们要去一些这个公有设施门口附近旁边的人行道摆摊，会不会驱赶？因为那是处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像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台北捷运站是最多人。可是你绝对不能走到捷运站站体的那个砖块上，你一定要在外面人行道，因为你一旦走进捷运站，里面的站务人员马上出来说要请你出去，对不对？那这个双和罢免团体就讲说他在这些地方啊，不止被驱赶而且呢，包括国民党会动员里长要求里民不要参与联署这些等等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叫基本款。也就是说，因为你罢免是2军对阵嘛，你现在进到第2阶的时候，那些被罢免人立委，他会开始找那些蓝营的县市首长来帮忙。那也确实，这些蓝营的县市首长一定会去帮忙。像之前张善政，桃园的所有立委都国民党嘛，张善政就直接出席活动，直接讲说我们一定绝对不会让这个蓝委被罢免，因为如果被罢掉，他2026就没行情了。讲白了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招叫基本盘动员，因为万一进3阶的时候，现在国民党看整个罢免，他的思维是。国民党仍旧认为罢免是基本盘的对决，所以他认为罢免的另外一边基本盘出来，他也要把他这边吹出来。所以刚刚讲的，包括黄国昌包括谁啊，他们一定都会找来站台，因为他们要的只是那基本盘，他根本不介意说中间选民对黄国昌反感，他认为你就是不会出来投对不对？但是
罢团会不会到时候借力使力？就说哎，国民党你既然找了那么多争议型的人物来站台，我就用这个东西作用力激出反作用力，让中间选民都出来。这我们再观察。不过我最后要讲一个，这个微笑曲线后面为什么会上来呢？因为这个是台湾的风俗民情啊。从小学、高中到大学都没改过的，就是8月31号才会写完暑假作业。对，就是投票3点半到4点一定拉尾盘，有一波了，概念是这样谈的。都想说我要赶在最后啊，还来得及，看看时间，还有1个月嘛，哎呀，还有15天嘛，哎呀，还有1个礼拜不急啊，最后一天才交。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最后一天才交的会来不及，因为罢免联署要造册，他要整理啦，那个造册至少要花2个礼拜。对，所以如果你那个很麻烦的，你不只要几万张联署书，真的是几万张联署书，你要按照每一个里分好之后，你还要怎么样？数50张装订，装订的时候你每一个还要写1、2、3、4、5，要编页码，每个里的流水号，清清楚楚，还要去影印。影印2份，自己留1份，中选会留1份。对，这非常繁琐的。影印机都烧掉了，如果你最后一天来交的话，那对不起，你会完全赶不上送件。所以这个微笑曲线如果要罢免要成功，其实尽快，这后面这个要拉上来。你手边有联署书了，只要有签好，赶快送，不要压到最后天，不要像暑假作业一样。OK， 来，小编最后30秒，对整个大罢免有什么呼吁吗？是真的很危险覆巢之下无完卵啊！我身为国民党党员，我对国民党基本的义务跟权利嘛，所以我不会参加。如果真的罢掉了，我们希望罢掉他，总要罢掉一个吧。所谓以罢制罢，最可能吧，叫万华嘛，罢掉他，然后这个补选，然后我请提厉害的人。不要考虑我，我不会参加，我也不会报名，就不要考虑我。我是罢免最强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尽义务不想权利，这就是个忠贞。所以你们不要再骂我了，没有意思。我觉得党内我促进团结，我就抛出这样的精神，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才罢得掉吴沛忆。OK， 来，罗芳最后30秒。真的是罢免第2阶段是非常困难，需要大家，而且尤其提醒大家，你第1阶签了，第2阶一定要出来签，因为很多人以为第1阶签了，第2阶不用签，所以第1阶签了，第2阶的朋友请赶快出来签，然后身边有朋友还没签的也赶快请他出来签。我们现在就是除了自己的议员制，除了自己的服务处之外，其实我们全部都出去，平日啦或者假日啦、市场啦、捷运站口，我们到处都会去。如果你经过了，发现你还没签，也留下来，赶快签一下你的联署书，我们尽一份力，罢掉不适任的立委。OK， 来30秒。清明连假最后冲一波啦，回去扫墓的时候顺便签这个联署书，说明天很多罢团都会在台北火车站摆摊，包含我是花莲新住民，他们花莲微光也要在台北火车站来签署所谓罢免傅崐萁的联署，我也会到现场所以请大家在上火车之前签下你的联署书，不然你就回家之后找到联署站。打一个卡现在是所有花莲的观光景点最夯的就是联署站了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让这个花莲新住民，因为我没有住满4个月，所以没办法联署我不会像张延廷一样。你是花莲张延廷，但是请让我有投票权，可以投下罢免傅崐萁的这张选票。OK， 整个大罢免风潮，那到底未来延烧会是怎么样？那老共今天的军演，一路往下会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一些的角色？那对国人来讲的话，包括每一个选区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秀边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